我是开货车的，但从不运货，车厢只有坚固的床架和柔软的床垫。我会行驶在偏僻的道路上，直到车里的男女结束。这天我停车后，一个女人哭着从车厢里冲了出来，她抱着我的腿，流着泪求我帮她，还说只要我同意，让她做什么都行。我做这行已经5年了，很多人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会有人放着舒服的酒店不去，要来车厢里办事？很简单，因为我这里不用登记身份信息，客人无需害怕在系统里留下记录，更重要的是绝对不会有警察来查访。从表面上看，我这是一辆冷链生鲜运输车，可车厢里却铺着柔软的地毯，放置着坚固的大床，5年来没出过任何岔子，可今天却出事了。下午我在一个偏僻的公园里接到了这次的客人，大腹便便的秃顶胖子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稍微扫了一眼，我的眼睛就被女人粘住了。我可以发誓，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。阳光下只穿着背心和短裤的女人，身子白得发光，小巧的脸蛋上一双大眼睛柔情似水，快把我的魂都勾走了。直到他们进了车厢，重重的关门声响起，我才回过神来，有钱真好，我心里暗骂一句，我才魂不守舍地发动了车子。一路上女人的身影不断在我脑海里回荡，听着车厢里隐约传来的声音，我大口大口灌着水，可还是压制不住内心的燥热。我的价格是300一小时，那男人直接丢了1000给我，定了3个小时。若是平时，我肯定会为这100小费开心不已，可这次这3个小时却是如此漫长。终于等到时间结束，我停车后拉开了车厢门，香风扑面而来，一个柔软的身子直直地撞进了我的怀里。看着怀里的女人，我愣住了。女人满脸惊恐，双手死死地攥着我的衣服，身子抖个不停。我还没来得及问，女人就颤声开口了：求求你帮帮我。他颤颤巍巍地指着车厢，像是里面藏着什么恐怖的东西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安抚了他几句，慢慢走进了车厢里。看到床上的男人后，我被吓了一跳。男人死了，他肥硕的脸上满是潮红，嘴角还挂着满足的微笑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皱着眉头下了车。想了半天，我还是决定报警。可刚拿起手机，手腕就被女人抓住了。求求你，千万不要报警，警察肯定会追究我的责任的，到时候那个男人的家里也不会放过我。女人说男人是吃了药，太过亢奋，一下子就死了。听了女人的话，我却有些怀疑，我不是没见过这种亢奋致死的人。他们死的时候都捂着胸口，满脸痛苦，从没有像男人那样死后脸上还带着笑的。什么药的效果这么猛？看着女人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我叹了口气，我帮不了你，人是死在我车上的，如果不报警，我会面临更大的麻烦。一下子女人的眼里就涌出了泪水，她跪在地上紧紧抱着我的大腿，女人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却又有着说不出的魅惑。就算我们找个地方把他丢了，也根本没人知道，而且你做的事也不合法，一旦报警了，你肯定逃不了责任，出了这档子事，以后肯定没人来找你了。见我久久不说话，女人站了起来，柔软的曲线贴上了我的身子，她的鼻息在我耳边喷吐。这件事只有我们2个知道，你要是同意的话，我以后就都听你的，你想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感受着女人的体温，我咽了咽口水，咬着牙点了点头。我让女人上了副驾驶，发动了车子。这一带我了若指掌，知道什么地方不会有人去。最后我在一片野池子旁边停了车，把男人尸体绑上石头丢进去，池子里面的野物很快就能把它吃得干净。我戴上手套，准备把尸体弄下车，上手的瞬间我愣住了。男人一身肥肉，肚子比我2个都大，看着得有200多斤，可我很轻松的就把他从车上拽了下来。感受着刚才的重量，可能也就100斤不到，这也太离谱了。他好像是那种充气人偶，外表庞大，可里面却是空的。时间紧迫，我把疑惑压进心底，麻利地把男人的尸体绑了块大石头，一脚给踢进了池子里。随着咕噜噜的水泡声，尸体慢慢沉进了深绿色的水里。我抹了抹头上的汗，重重地松了一口气。女人走了过来，眼神复杂地盯着水面。你真会挑地方，一般人根本找不到这里，要是我根本想不到还要绑石头。我有些得意地解释着，不绑石头的话，尸体很快就会浮起来，到时候会很麻烦。说到这里，我下意识地闭上了嘴。女人拿出纸巾，仔细地给我擦着脸上的汗。放心，一切都过去了，现在我是你的了。我低下头，看见一片雪白，脑袋里轰的一下炸开，一把将女人抱起，我3两步钻进了车厢里。之后，女人慵懒地钻进我的怀里，说起了她的故事。女人叫楚楚，是个孤儿，无父无母，无亲无故，没有学历和技能，在别人的蛊惑下做了这一行。这次好不容易找了个有钱的，可没想到又出了事。说到这里，楚楚自嘲一笑，我这辈子似乎什么东西都抓不住。那一瞬间，我心底似乎有什么东西被触动，脱口而出道：别做这个了，跟着我，以后我养你。楚楚双手攀上我的脖子，咯咯直笑。你养得起我吗？我的胃口可是很大的。后来我把楚楚带回了家，刚进门，剧烈的狗叫声就传了过来。家里养的一条名叫糯米的小土狗疯狂地叫着，
浑身的毛都炸开了。我安抚了他几下，可糯米却丝毫没有改变。我气急地踢了糯米一脚，他呜咽着缩进了笼子里，可一双眼睛还是死死地盯着楚楚。我不好意思地看向楚楚，这狗今天抽风了，平时的脾气可好了。楚楚看了一眼糯米，舔舔嘴唇，没关系，很可爱的小狗狗，以后我会好好爱它的。我让楚楚在客厅休息，自己先去洗了个澡。等洗完澡出来，发现糯米正乖巧地躺在楚楚怀里。楚楚冲我笑着说道：你看，这不就好了吗？我正要夸夸糯米，却发现了不对劲。糯米尾巴紧紧地夹在腿中间，身子似乎在不断发抖。他一直盯着我，一副想要发出声音又不敢的样子。到底是看到什么把他吓成这样了？我从楚楚手里抱过糯米，准备看看他是什么情况。可刚接过来，大腿就传来一股热流，腥臊味直往我鼻子里钻。这死狗居然在我身上尿了！我狠狠打了糯米2下，把它丢进了笼子里。它呜咽一声，把头埋进角落，身子缩成了一个球。我厌恶地看了看湿透的裤子，准备再去洗个澡。刚进浴室，却发现楚楚也跟着进来了。第二天我在睁眼时，发现已经是上午12点了。浑身酸痛，感觉身体都被彻底掏空，双手在身边摸索着，我却摸了个空。楚楚不见了，难道他利用完我就走了？我挣扎着坐起来，扫视了一圈，却没发现楚楚的衣服和鞋子。一时间我有些懊恼，亏我还想和他过下去。这时我听到了外面开门的声音，出了卧室正好看到楚楚提着大包小包走进来，他冲我笑了笑：我买了菜，这就给你做饭吃。我心里一暖，刚才对他的愤怒一扫而空。等我洗漱完，楚楚就已经做好了一桌子菜。我刚坐下，整个人就愣住了。生蚝、枸杞炖鸡、爆炒羊腰子，桌上全是些滋补的大菜。辛苦了，我特意买了给你补身子的。我看了看自己发颤的双腿，感觉确实需要好好补一补。吃完饭，我出了门去开车。今天生意特别好，一直跑到深夜才回家。站在门口刚要敲门，却听到了里面隐约传来的响动，像是沉闷的喘息声。一瞬间，我浑身的血液就涌上了头顶，正要用力把门踹开时，我忍住了，轻轻地把钥匙插进锁孔。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要命的敢碰我的女人。慢慢地推开门，我小心翼翼地穿过客厅，越靠近卧室，里面的喘息声就越发清晰。我冷笑着抄起一根铁棍，握住卧室的门把手，用力往里一推。卧室里，楚楚正抱着糯米坐在椅子上，见我进来，她惊讶地看着我，耳边的喘息声在一瞬间消失了。我打量了一下楚楚，她衣裳整齐，脸色正常。难道刚才是我听错了？不可能啊！在卧室门口的时候，那喘息声我听得真切，分明就是楚楚发出来的。看着楚楚疑惑的目光，我尴尬地放下了棍子。刚才还以为家里进贼了，看来是我听错了。糯米今天这么乖呀！为了转移话题，我连忙去逗弄糯米，可糯米却根本不理我。他双眼无神，舌头伸出来老长，重重地喘着粗气，流出来的口水把下巴上的毛都打湿了。这种情况我见过一次，是刚给他配完种的时候。和楚楚同居1周后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，四肢酥软，浑身无力，而且经常会走神和发晕。早上在照镜子的时候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镜子里那个脸色蜡黄、头发稀疏的人是我。我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拿起手机，我发了几条消息。晚上3个人就嘻嘻哈哈地进了我家里，我拿出一副扑克和他们玩了起来。借着这个由头，我晚上就有理由不碰楚楚了。楚楚也很懂事，就给我们每人买了几瓶酒和零食。那3个人见到楚楚，眼睛都快瞪出来了，特别是一个叫二黑的，浑身的血都涌到了脸上，他脸色涨得通红，看着楚楚走进卧室，对我咬牙切齿：兄弟，你真是好福气，这么好的货都被你搞到手了。看着他羡慕的目光，我抽着烟得意地笑了。没过多久，二黑就起身要走，这打得也太小了，没意思。我脸色一沉，叫住了他：你什么意思？大家好不容易聚一聚，能不能别扫兴？二黑眼珠子滴溜溜转着，不怀好意地看着我：我不是扫兴，是你这打得太小了，你没钱就说呗，兄弟我借你。我腾的一下就来了火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咱们就来打大的。二黑嘿嘿笑着慢慢坐了下来。时间流逝期间，二黑不断激我，让我下了一笔又一笔大额的赌注。等我反应过来，发现自己不但输光了存款，还欠了他好几十万。唰的一下，我的冷汗就下来了。二黑坏笑着挥手让其他2个人走了。兄弟，该给钱了吧？你要是想赖账的话，我也是有些手段的。二黑有些黑道背景，他要是想对付我，我没有办法反抗。再给我宽限几天，我一定给你还上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我这里可没有延期的说法。不过你真要是还不上，我倒是可以给你条路子。说到这里，二黑顿了顿，浓厚的烟雾喷吐在我脸上。二黑指了指卧室的门，一脸邪笑，让他陪我一晚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我死死捏着拳头，说不出话来。见我半天没反应，二黑失去了耐心，他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摁在了地上。今天你要么答应，要么还钱，要么老子找人来弄死你。
我心里一颤，一股恐惧油然而生。没事的，反正楚楚以前就是做这个的，陪二黑一晚又不会掉块肉，一晚上几十万，哪里能遇到这么划算的买卖？楚楚这次帮了我，我以后对她好一点就行了。心里这么想着，我对二黑点了点头。二黑得意地笑着，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嘿嘿，看你这样子就知道你满足不了他，今天我就帮你个忙。他火急火燎地扯着皮带推开门走进了卧室，卧室里一片漆黑，楚楚应该是睡着了，希望他不要反抗，不然二黑肯定会对他动手的。卧室门关闭，二黑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。我郁闷地站起身，慢慢走出了屋子，在外面抽着烟，一直到迷迷糊糊睡着。我是被糯米的叫声吵醒的，糯米撕心裂肺地叫着，我从未见过他叫得如此凄惨。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是早上11点了，二黑的皮鞋还在门口，他还没走。糯米的叫声刺耳，让我心烦意乱。我等了一会儿，可卧室里并没有人走出来。推开门走进去，发现糯米头朝着卧室的方向死命地叫着，他边叫边往后退，眼神里满是恐惧。我知道糯米是条聪明懂事的狗，除非是遇到特殊情况，不然他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发疯。卧室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突然想到，楚楚每天早上8点会准时起床，如果看到身边的人是二黑，他会做些什么？我侧起耳朵，卧室里静悄悄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一点一点朝着卧室靠近。走到卧室门口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轻轻推开了门。门刚被推开条缝，一股怪味就直直的往我鼻子里钻。那味道很奇怪，我有点熟悉，却记不起来在哪里闻到过。卧室里拉了窗帘，光线昏暗。等我看清里面的场景时，两行凉气瞬间就从后脚跟冲上了头顶。进来之前看着糯米的反常举动，我脑子里幻想过很多画面，可我做梦都想不到卧室里居然只有楚楚一个人。楚楚正在低头整理着衣物，他的动作很慢，把手里的衣服裤子整齐地叠成一个方块。见我进来，楚楚嗔怒地瞪了我一眼，打牌就那么好玩，一整晚都不进来。我仔细扫视了一下房间，真的没有二黑的身影。咽了咽口水，我颤声问楚楚，昨晚你没感觉发生什么吗？没有啊，我睡得可香了，早上醒来发现客厅没人，我又睡了一会，现在起来把房间里的衣服整理下。我愣在那里，脑子都快混乱了。难道二黑8点之前就走了？我睡着了没有发现？不可能啊，我睡眠一向很浅，有人开门出来，我绝对会醒来。而且他为什么不穿鞋就走呢？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楚楚刚好把整理好的衣服放进了衣柜里，瞬间我的瞳孔猛地缩成了一团。他手里拿着的怎么那么像二黑昨晚穿的那套？楚楚朝我走过来，双手在我身上游走。我去给你做点滋补的菜，今晚。他眯起眼睛，笑得格外妩媚。我后背发凉，双腿一软，差点跪坐在地上。看着他转身进了厨房，才好受了不少。为了验证刚才没有看错，我过去打开了衣柜，拿起最上面的一件衣服。我抖落开来后，身子一颤，这就是二黑昨晚穿的那件，上面还有一股酒味，裤子也是二黑的那条。二黑好像在这间卧室里凭空蒸发了，他到底去了哪里？他还活着吗？正胡思乱想着，我的手翻开了下面的几件衣服，一抹黄色露了出来。我不记得有买过这个颜色的衣服，伸出双手捏住那件衣服，一阵冰凉滑腻的触感袭来，让我浑身打了个哆嗦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我从未见过这种材质的衣服，而且上面还印着个黑色的虎头。虎头？我突然想起二黑的背上也纹着个虎头，和这上面的一模一样。那一瞬间，我像是触了电一样，尖叫着跳了起来。这哪里是衣服，分明是张人皮！我差点被吓尿了，玩命地跑出房子。上车后直接把油门踩到了底。我已经开着车在外面游荡半天了，我不敢回去，更不敢面对楚楚。在此刻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楚楚不是人，死状诡异的胖子，发狂的糯米和二黑的人皮。一想到这些，我浑身就控制不住的冒冷汗。不行，我得远离他，离得越远越好。猛地踩下油门，车子轰鸣着窜出去老远。我要去找我的师傅，他叫刘永军，当初就是他带我入的行。车子往刘永军住的地方开去，还没走多远，我的手机就响了，是楚楚打来的。我一个机灵，正好看到路中间一抹白影闪过，来不及刹车，直直地撞了上去。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好死不死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撞到了人。我懊恼着下了车，却发现我撞的不是人，而是一只白色的狐狸。狐狸被撞飞好几米远，已经彻底没了呼吸，暗骂一声晦气。我准备上车离开，却想起了一件事，我身上已经没钱了。昨天和二黑打牌的时候，钱已经全部输给了他，现在的我就连买包烟的钱都拿不出来。看了那只狐狸一眼，我提着尾巴把它丢进了车里。这狐狸皮毛油光发亮，应该能卖个不错的价格。狐狸身上一股怪味，我屏住呼吸，把车开到一个菜市场，把尸体丢在地上。还没开始吆喝，一个老头就在我面前停了下来。他留着长须，穿着道袍，雪白的头发在脑袋后面挽了个发髻。老头上下打量着我，脸色变幻，嘴里不停发出啧啧声。我被他看得发毛，没好气地喊道：“要买就说个价，不买别在老子面前晃悠。”
小伙子，你这是被狐狸精缠上了。看我在卖狐狸，就编个故事准备骗我，好让我掏钱找你消灾是吧？老骗子，赶紧滚！见我骂他，老头也不生气，而是摇了摇头。我说的狐狸精可不是你面前这只。我正要继续骂他，突然想到了一件事，直直的愣住了。到现在我终于记起来，今天上午我推开卧室门的时候闻到的那股怪味是什么了。那股味道和这只死狐狸身上的一模一样，我浑身鸡皮疙瘩直接爆开，再也顾不上尊严和脸面，直接扑过去抱住了老头的腿。大师救我！老头挥了挥手，我连地上的狐狸都不敢要了，跟着他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。还没等我开口，老头就死死攥住了我的手腕。半晌，老头猛地睁开了眼，死死地盯着我。狐妖凶猛，轻则掏空内脏，重则扒皮吞肉。你被他盯上这么久，能活下来，简直是个奇迹。听老头说完，我又想起那个死在车厢里的胖子和衣柜里二黑的人皮，冷汗唰的一下就浸透了后背的衣服。不过看你这样，精元被掏空，也没有多久可活了。这下我是真的怕了，连忙拉着老头的袖子，苦苦哀求他救我一命。突然他好像想到什么，眼睛亮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暗淡了下去。我这里倒是有个法子，但是我像是抓到了救命的稻草，急忙开口：大师，只要能救我，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老头甩开了我的手，你我既然相遇，我救你只为结善缘，不求回报。只是这法子太过艰难，贫道不想给你希望，又让你绝望。说完，转头就要拂袖而去，这我哪能让他走？最终在我的死缠烂打下，老头说出了那个能救我的方法：在今晚之前找到怨女骨，再取一颗恶人心，用怨女骨沾恶人心头血，敲在那狐妖身上，它就会显出原形。你到时候把它的血喝下去，被吸走的精元就能回来，再把尸体用火烧了，它就会魂飞魄散，再不能作恶。天机我已经泄露，能不能成就看你个人造化了。老头大袖一挥，飘然离去。怨女骨是1年内带着怨气死去的年轻女人的腿骨，而恶人心则要现杀一名恶人取的心脏。老头并不知道，我要取这2样东西其实很简单。到了我师父刘永军家里，他早就准备好了一桌饭菜，我一上来就狼吞虎咽地干了好几碗米饭。刘永军抿了一口酒，皱起眉头看我：你这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，难道是那件事被发现了？见我摇头，他放下心来，我就说这种事儿我处理过很多次，都没出过岔子。现在1年过去了，警察更不会查到你身上。我举起酒杯，对着刘永军恭敬地说道：谢谢师父帮我处理了那件事，大恩难忘。见我一饮而尽，刘永军也笑眯眯地喝下一杯酒。酒过3巡，他脸色发红，话也多了起来：徒弟，我带你入行，脑子里的东西基本上都交给你了。我们那条路线可是有讲究的，那附近野池子多，有些池子极为隐蔽，你就算在周围转圈都看不见。有时候要处理什么东西，就往野池子里一丢，神仙都找不到。说到这里，刘永军的眼神也变得狠厉起来。当年你师父我弄了几个女大学生，警察出动了几十个人去那边搜，硬是一具尸体都没找到。记住野池子的位置，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我连连点头称是，又连着为他倒满了好几杯酒。师父，当年您可真是艳福不浅，把女大学生骗上车快活之后，尸体丢进那野池子里，警察都拿你没办法。那肯定，师父可不像你这么怂，把人弄死了还慌慌张张的打电话给我，让我来给你擦屁股。我嘿嘿笑着，眯起眼睛盯住了他的胸口。师父，徒弟这次还有一件事要你帮忙，放心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刘永军疑惑地看着我，什么事儿？今天这酒怎么这么上头？他按着太阳穴，身子猛地晃了2下，我嘴角微微勾起，眼神冰冷地看着他倒在了桌上。晚上我抱着一束花回到了自己的房子，深吸一口气，轻轻推开了门，还没进屋就听到楚楚冰冷的声音：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也不接，现在知道回来了？我咬牙克服住心里的恐惧，举起花冲楚楚挤出一个笑容：不好意思，今天生意太忙了，这不是来给你赔罪来了吗？楚楚白了我一眼，笑着接过了花。她哼着歌，脚步轻快地把花放进了卧室里。快吃饭吧，今晚上给你好好补一补。说着，楚楚从厨房里端出了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菜，可这些菜我已经吃过很多次了，看着就想作呕。楚楚在我旁边坐下，媚眼如丝地看着我：快吃吧，吃完才有力气办事。我没有办法，对付着吃了几口，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快凌晨了，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。我心一横，拉着楚楚就往卧室走去，可楚楚却坐在椅子上不动，反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今天怎么这么反常？平时可是我主动拉着你进去的呢。
我心里一阵慌乱，可脸上还是装作一副镇定的样子。可能是这些菜发挥效果了。怎么？难道你还怕我吃了你？楚楚似乎是放下了防备，痴痴地笑着，主动挽起我的手臂进了卧室。正当我思考着该如何动手的时候，楚楚的眼睛盯住了我身上的挎包。怎么在家里还背着个包？我帮你取下来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没事儿，我自己取就行。”可是下一秒，楚楚就一把将包从我手里扯了过去，她力气大得吓人。楚楚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那个皮，眼睛眯成一条狭长的缝。亲爱的，你可是第一次带着包进卧室，难不成里面有要对我图谋不轨的东西？我还没来得及解释，楚楚就拉开了包的拉链。当看清里面的东西时，她瞬间就变了脸色。楚楚用2根手指从包里捏出了一样东西，一条绑好的尼龙绳。她脸色觊觎地看着我，没想到原来你今天是准备晚点花的。来吧，我允许了。说完，楚楚就扑了上来，我身子虚，一下就被她扑到了床上。透过她身上的香水味，我闻到了和今天那只死狐狸一模一样的味道。我一只手搂着楚楚，另一只手摸索到了床头柜上的花，从花里掏出一样东西，用力地敲在楚楚身上。那是一条沾着血的腿骨，是沾着恶人心头血的怨女骨。只一下，楚楚就像一条脱了水的鱼一样，浑身剧烈颤抖了起来。她身体扭曲，嘴里发出不像是人类的嚎叫，密密麻麻的绿色雾气从她的身体周围涌现出来。楚楚嘴里发出惨叫，表情扭曲着朝我扑来。我被吓得双腿发软，把手里的腿骨用力朝她丢去，跑出卧室，紧紧拉住了门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里面的声音消失了。我侧起耳朵，再次确认卧室里一片死寂后，慢慢推开了门。雾气尽数散去，楚楚也消失不见，地上只留下一具白狐的尸体。我兴奋得浑身发抖，拿起刀割开狐狸的喉咙，接了满满一大碗狐血，捏着鼻子把腥臭的血液喝下去后，我感觉自己如获新生。按老道士说的，我又开车出门，把狐狸尸体烧了个干净，剩下的残骸全丢进了水里。这一晚是我这些天最轻松的一晚，所有的恐惧和不安尽数消散了，疲惫爆发，我沉沉睡去。第二天，我是被一阵敲门声吵醒的，睡眼惺忪地开了门，发现外面居然是2个警察。为首的一位目光严肃地盯着我：“你涉嫌一起凶杀案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”我挠了挠头，哭笑不得地说道：“警察同志，都是误会，我杀的不是人，是狐妖。”他们2个对视一眼，皱起了眉头：“什么蛇妖狐妖的？刘永军是你杀的吧？”我心里猛地一颤，刘永军是我拉到野池子那边杀的，大晚上的一个鬼影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会被警察发现呢？见我半天不说话，警察提高了声音：“别想耍赖，有人往警察局寄了你杀害刘永军的全过程视频，怎么，要不要我们现在放一遍给你看看？”随后播放的视频击碎了我最后一丝侥幸。我惊慌失措地抓着警察的袖子，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我得杀了他才能对付狐妖。那狐妖杀了2个人，我弄死他是为民除害，你们不能抓我。那警察一个过肩摔，重重地把我摔倒在地。这一下我头晕眼花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双手就被铐上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拿出对讲机，凶手疑似有精神疾病，再上来几个人控制住他。被4个警察牢牢按着走进警车的瞬间，我在人群里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庞一闪而过，再去看时，他已经消失不见了。我叫宁楚楚，我就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没什么不好意思，这是我谋生的职业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我想我会一直做下去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遇到了一个女生，那天我结束一桩生意，就看到她背着个相机跑了过来。姐妹，你脸都肿了，刚才那个男人是不是欺负你了？你别怕，我可以帮你报警和作证的。小屁孩，一边玩去吧，你什么都不懂。可他却一脸倔强，态度强硬的要帮我。我怕麻烦，就和他解释了我的职业。本以为他会和其他人一样，面带厌恶的离开，可那个女生看我的眼神没有改变，而是问了我一个问题：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？在他的再三追问下，我迟疑的说道：要是能当个演员也不错。真棒的目标，那你以后就要慢慢往这方面努力了。我可以帮你，我有很多同学可是影视专业的哦。看着他伸出的手，我迟疑着和他击了个掌。女生叫方小茹，那天我们成为了朋友。你很像只狐狸，这是方小茹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。她说她要是个男的，肯定会爱上我。我知道方小茹羡慕我，她羡慕我有一颗健康的心脏。她有心脏病，因为没钱进行手术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后来我慢慢存起了钱，等存到可以为她做手术的钱后，我就会收手去追求以后想要过的生活。可等我真正存到钱以后，我发现我联系不上方小茹了。她的朋友说她去找我了，我才知道方小茹送我的运动手环是连接着她的手机的。她自己一个人，一个小小的女生，骑着自行车就往野池子那边去了。我发了疯的寻找，却没有发现她的踪迹。过了很久，我找到一条线索，有人说有辆花车经常在那边行驶，让我去问问。我记住了开花车的人叫夏明，害怕打草惊蛇，我没有直接问他。等到晚上，我偷偷上了他的车，手电筒照着床夹缝的时候，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
那里有一只草莓熊发卡，是我送给方小茹的，但那时候我始终是心存侥幸的，侥幸方小茹还没死，于是我买了窃听器装在了驾驶室里，仔细听着夏明的任何一句话。晚上他和他师傅的一个电话，彻底击碎了我最后一丝希望。师傅，事情处理得很干净，现在警察都没有来找我。听着窃听设备里夏明猥琐得意的声音，我泪流满面。那时我发誓，我一定要夏明和他的师傅死。后来发生的事你们也知道了，我终于报仇了。可我也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等待我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。